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6月1日。前日咧，我就接受咗個英文媒體嘅訪問，就問到中國經濟而家一個怪嘅情況，就係喺 GDP 嘅增長率咧就非常之理想，可以話全世界經濟增長嘅火車頭，係僅次於印度嘅。咁但係咧，國內咧似乎唔係好感受到咧嗰種美好嘅情況，就係青年失業率高企啦，城鎮失業率一直係高企不下。然後咧呢個嘅疫情以嚟咧，連續幾年公務員不斷咁減薪減績效。今年咧就話呢個金融業嘅從業員斷崖式降薪喎。咁我就之前咧已經用過連續3年嘅第一季嘅數據去解釋，因為第一季咧係最重要嘅，啲人嘅收入咧主要係嚟自第一季噶嘛，因為每一個月就出糧啫，但係第一季會出花紅，呢個花紅咧就叫年終績效啊。咁咧原來咧根據呢個所得稅嘅收入咧，連續3年咧第一季咧都係以85%以上，今年係雙位數字添，係斷崖式下跌。當然今年係因為有啲減稅，即使扣除咗減稅之外咧，之後咧都係以5%-6%連續3年，咁即係過去嗰幾年咧，其實咧係即係大幅縮水咯人工。咁呢個點解釋嘅情況啊？咁我今日咧再用另外一個政策去解釋一下，就係習近平咧最近強推咗一個政策，就叫以舊換新政策，就鼓勵啲人咧就換車。咁而家換電動車，換小米比亞迪呢啲新型嘅電動車咧有補貼，唔同城市有唔同程度嘅補貼啦。第二咧就係換家私電器啦，換家私電器以舊換新咧又有補貼。政府咧亦都會推動一啲嘅政策，鼓勵啲人去換啦。第三咧就係換樓，咁因為每省每市都唔同政策嘅，就難以一概而論，就鼓勵啲人咧換啲舊樓去買新樓。但係咧有一個前提，如果咧你話老人家換舊樓買新樓，譬如話你住北京住2環嘅，你諗住賣咗佢啦，然後搬去4環、5環嘅、6環嘅，咁理論上都好多老人家有興趣㗎，因為北京咧1環、2環啲樓已經好破舊啦，你搬去遠啲住好啲住大啲得，但係唔得㗎，因為而家嗰個以舊換新政策咧係要你加重負債嘅。咩叫加重負債啊？即係話原本你喺北京買嗰層樓1000萬，你一定要買高過1000萬嘅樓咧，以舊換新咧先得嘅。但係而家經濟唔景氣嘅情況底下，樓市嗰個前景唔明朗，而家爛尾樓處處，啲房企崩盤。然後咧二手樓賣唔出，2、3線城市、4、5線城市嘅二手樓基本上睇都冇人睇，無人問津。能夠打即係收到少少錢已經好好噶啦。對於一啲人嚟講，你仲叫啲人咧係加重負債以舊換新，咁呢個政策可唔可能呢？咁我就認為有部分可能嘅。因為我要解釋下整個中國嘅經濟咧，而家面對咩情況咧？你從樓市已經係見到啦，股市第二，全世界個股市再創新高，日股、美股、倫敦嘅股市再創新高，偏偏咧私人獨潮水台灣嘅股市都好厲害就係恒生指數、上證指數呢啲咧就不斷咧都係好低迷嘅。咁上證指數好似即係彷彿咧10年前如果你昏迷咗，10年後醒翻咧都仲係3000點左右，好似又冇乜太大分別，好穩定係咪啊？咁當然10年前如果你昏迷咗，恒生指數當時咧就挨近3萬點，而家醒翻就見到18000點咧，你就可能嚇一跳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要推出一啲強勢嘅政策，以舊換新，希望去挽救翻樓股，呢個就係我嘅睇法嚟。咁但係問題你要理解啦，點解中國過去個經濟咁發達，民間係感受到中國經濟咁發達呢？而家就感受唔到呢？而家發達呢，主要係啲大型嘅行業啦，譬如話無人駕駛、電動車或者造船業、5G 呢啲出口業咁就係好厲害。咁但係一般人呢，唔係做呢啲行業噶嘛，對呢啲行業嘅影響呢，就其實好細嘅。咁一般人係做咩？做零售做餐飲主要係做呢啲服務業咁中國人咧普遍係做呢啲行業噶嘛，或者做工廠不斷咁移走咯。咁所以對中國人嚟講咧，佢點可以喺呢個時候咧以舊換新，加大嘅負債去消費咧？好困難係咪？咁但係問題過去嗰10幾年咧，中國嘅經濟發達，其中就係零售業好蓬勃，呢個係一個好注意因素。因為咧溫家寶喺08年嘅時候推出咗4萬億經濟政策，一次過咧就刺激咗中國嘅經濟，搞活咗中國嘅經濟。因為4萬億經濟政策好大比例咧係搞高鐵嘅，而搞高鐵咧就係創造性需求喎。譬如話你住喺3、4線嘅鄉下城市，你以前咧好日都唔會翻去一次喎。但係你起咗高鐵之後咧，你一個月可以翻去一次
長假又可以翻去住，11又可以翻去住，5一又可以翻去住，春節又可以翻去住。咁然後啦，你本身冇需求咧喺鄉下咧買一層樓嘅，因為你結咗婚你已經喺大城市北上廣深住咗啦，喺廈門呢啲比較發達嘅城市住落咗，你喺當地可能已經置咗業，但係因為有咗高鐵咧，你就會有需求咧喺鄉下買翻層樓，甚至乎喺自己嘅鄉下同喺老婆嘅鄉下都買翻層樓度假啊！咁呢個就係創造性需求啦。你買一層樓啦，你自然就要買家私電器啦。咁所以家私電器嘅零售業又開始即係大幅上漲個需求。所以中國嗰陣時美的小米就係聯想嗰陣時就係發展得最犀利嘅時代嚟嘅。咁但係咧尤其是仲有電瓶車、電動車買喺鄉下，因為你搭高鐵翻去噶嘛，你自然譬如話你喺深圳住，你喺昆明就買一層樓，你自然想喺昆明買架平平地嘅車，電瓶車喺小區度揸下啦，甚至乎有錢啲嘅買架電動車喺當地度揸下，咁亦都唔錯嘅。咁所以需求好大咯。但係而家就冇喎，而家因為咧地方咧就出現咗咧產能過剩，大量嘅爛尾樓，大量嘅空房。咁所以你就冇一個新嘅需求喺地方咧，再買呢啲所謂嘅投資啦，或者係買多層樓住啦，冇呢個需求。咁自然對家私電器嘅需求亦都低咗好多對電動車、對電瓶車嘅需求亦都低咗好多。咁所以而家咧推出咗一個以舊換新嘅政策咧，個目的就係咁樣嘅，就係希望咧去推高翻呢啲嘅需求，令到疲弱嘅股市咧可以上漲，因為呢啲電器零售業佔個股市嘅比例都唔細噶嘛，咁所以就希望推高咗。咁有冇用呢？如果你話純粹咧以舊換新，以前咧東北試過嘅，東北試過以舊換新咧，就係因為東北咧長期百幾年嚟都係燒煤嘅，煤炭煤炭嚟取暖。咁咧前幾年咧就係以舊換新推出強勢，唔准喺屋企燒煤啦，唔可以燒煤球喎，一定係用新能源。要買翻部發熱機啦，買翻部呢個電暖爐啦，咁甚至乎裝地暖新屋東北咧好多地方咧，北京都係有裝地暖嘅喎，咁所以用新能源、用政策嘅方法強迫啲人以舊換新係得嘅，但係咧你用經濟鼓勵補貼啦，得唔得咧？電動車可能得，部分電器可能得，但係個規模就唔會係溫家寶當年4萬億刺激政策咁樣啦，因為4萬億刺激政策係創造性需求，個需求本來係冇嘅。佢就夾硬創造出嚟，就令到你有。而家佢唔係一個創造性需求喎，因為佢要求你換樓，以舊換新，但係換樓要加重負債嘅。你喺北京1000萬嘅樓，你賣咗出去咧，你要話搬去天津啦，或者搬去呢個雄安新區唔得喎，因為雄安新區嘅樓可能200萬、300萬買到，咁你諗住套現翻1000萬，有800萬出嚟，慢慢享即係安享晚年，唔得。而家佢就要求你加重負債。咁所以喺經濟唔明朗嘅情況底下，點可能會加重負債呢？咁所以我認為咧，呢個以舊換新政策咧，就係代表咗北京睇到中國經濟疲弱嘅一面，希望推出政策去挽救。但係問題係力度係唔得啦，因為佢冇當年咧咁有錢。個原因係咩？就係過去嗰10幾年咧，就地方咧不斷搞基建佢係一個好處嚟嘅，我就叫做偉哥效應啊嘛。你係不斷搞基建食咗好多偉哥，你短期梗係硬起嚟啦。但係長期你就會依賴咗偉哥，到有一日偉哥冇咗嘅時候，你就會硬唔起來咯。咁而家中國嘅偉哥咧就係即係食得七七八八啦，因為地方負債嚴重，淨係天津市一個市咧已經負債8000幾億人民幣，然後中國人仲去嘲笑伯明翰破產，伯明翰只係負債13億英鎊中國一個市都可以負債幾千億。伯明翰負債13億英鎊係破產咧，其實係一個負責任嘅態度嚟噶嘛，唔好讓個債務繼續擴大落去啊嘛。但係中國咧就係因為地方負債嚴重，佢只能夠係透過賣地去還債啫嘛。過去嗰10幾年，咁而賣地還債係有效嘅，因為樓市不斷上升，咁所以咧你賣地咁有收入，又可以還債，然後再發新債。過去嘅10幾年咧就用咁嘅格局咧去發展經濟，但係問題而家房企爆破咗有咩人會去中國賣地啊？而且爛咗尾嘅樓，中央咧仲係負責任，話要起埋啲爛尾樓，變成咧保障性房屋。咁保障性房屋即係地方政府賣唔到地啦，你唔可以問央企，唔可以問中央去賣地噶嘛，去收中央錢噶嘛，唔可能。所以地方係發唔到債，所以地方發唔到債，
發債能力好低嘅情況底下，還款能力好差嘅情況底下，佢遲早就會出現好似碧桂園恒大嘅情況咯。地方政府咁所以你叫地方政府推出以舊換新政策，咁當然效果唔理想啦，效果唔明顯啦，係咪啊？因為地方政府冇辦法有效補貼到啲人去換樓換電器啊嘛。可能個別電器得，我認為如果強制，譬如話你要求啲人20年個雪櫃一定要換嘅，環保原因15年嗰個冷氣機一定要換嘅，你用強制嘅方法逼市場呢，可能係可以推咗新一輪呢以舊換新政策出嚟，但係效果冇用噶，因為你逼咗啲人呢換電器，你逼咗啲人換家具，喂佢嗰度使多咗錢，佢自然喺其他地方係使少咗錢，去令到佢嗰個開支係平衡噶嘛，收支係平衡噶嘛，因為而家啲人係越嚟越揾得少錢嘅時候。你如果逼佢使多咗錢喺 A， 佢自然喺 C、D、E、F、G 嗰度使少啲錢，所以呢個就係對刺激經濟呢，我認為係杯水車薪嘅。咁可能係電動車係得啦，因為中國嘅電動車補貼係吸引嘅而家，而且電動車嘅個價格係平啦，加上以前嘅舊車，咁可能電動車係換到，但係對樓嚟講呢就好難實現啦。咁所以呢個呢説明到個問題啊，而家中國呢人口紅利已經係消失咗啦。咁所以新嘅年輕人，而家咧好多就話唔結婚，所謂躺平政策、躺平主義嘛，唔結婚、唔生育唔戀愛添，甚至乎不結婚、不生育、不戀愛。咁所以你叫新年輕人咧去買樓個需求又細咗，以前又唔同啊，天價彩禮然後咧就要買樓結婚，嗰個年代已經過去咗啦。其實係當然中央仲有可以政策嘅，你就限制啲人咧唔好收彩禮。強迫啲人咧用彩禮咧就一定係以樓代彩禮，以首期代彩禮，可能就會推動到房市咧係上升，但係我覺得又未必啦，會出現咗租值消散啦，因為凡係政策嘅嘢咧就會有租值消散嘅，有啲縣市都係㗎，喂政府出咗指引唔俾人哋收多過幾多錢彩禮，15萬以上唔得，咁結果啲人係咩？咁唔緊要，你買多架車俾我個細佬咧。仲係有叫扶地摩嘅喎，大陸呢個名詞叫扶地摩，就係幫助細佬去買樓買車嘅扶地摩，佢唔收彩禮就係收實物收車，所以呢個都係唔得嘅。咁但係咧呢度我再引申一點，因為咧我關注咗好耐啦，躺平學，而家凡係西方咧講躺平學都會引用我嘅觀點啦，除咗躺平之外咧，仲有一個叫中等收入陷阱。中國係一個好奇怪嘅國家，佢係好發達，係咪？睇城市好新，啲人咧嗰個生活水平好似好好咁，但係從經濟嘅角度嚟講咧，佢只係集中喺沿海嘅城市、大城市，喺內陸嘅城市咧，大部分人咧生活仲係好艱苦啦。佢哋叫做呢個叫中等收入陷阱咧，係平均化咗嘅，因為沿海城市係發達國家水平啦，北上廣深、廈門啊、杭州啊呢啲已經係發達國家水平咯。咁但係內陸城市咧，就係啱啱所謂脫貧嘅啫，拉埋起上嚟就係中等收入咯。咁呢個出現咗一個好嚴重嘅情況喎。但係當西方嘅國家一早已經跨出咗中等收入，中國咧而家仲喺中等收入裏邊咧打拼，希望去發達國家。咁但係人口基數咁大又好難。而喺2024年呢，就因為係一個好關鍵嘅一年，我叫做2023年呢係 AI 元年。2024年呢 ChatGPT 4O 嘅推出咧，你發覺咧好多行業可以係瞬間即逝嘅，翻譯員啦、會計師啦，呢啲嘅行業咧可能咧未來10年咧就會被淘汰啊，加上無人駕駛，係咪？律師、醫生佢哋嘅職業咧都會慢慢轉型，大部分嘅文職好似英國政府嘅報告喺舊年話 AI 嘅出現會將令到英國有800萬嘅職位咧喺未來10年消失。咁呢個對英國或者對歐洲係好事嚟，因為佢勞動力本身不足，有800萬嘅文職嘅職位咧，白領嘅職位會消失，咪即係代表英國長期請唔足人做藍領噶嘛？啲人咪翻去做通渠咯，啲人咪翻去做呢個嘅起樓咯，農場啊，英國嘅農業咧，每年係以千億計英鎊嘅損失，就因為人手不足，冇人摘士多啤梨，冇人摘西蘭花。冇人去捕魚，英國係缺乏咗呢啲行業嘅人員，咁所以800萬嘅白領職位消失就會導致到咧藍領嘅職位補充。對於早已經跨出過呢個嘅中等收入陷阱嘅國家，歐美社會咧、澳洲呢啲人手不足嘅社會，加拿大係好事嚟嘅。但係對於中國就唔同喎，中國人口過剩，呢個第一點，失業率過高。
第二咧就係中國正在轉型緊去一個發達國家嘛，喺中等收入國家裏邊轉型啊嘛，就係靠白領職位，因為中國人咧做工廠人工係低啊嘛，係咪啊？做呢個嘅服務員啊，地位低，人工低嘅，咁啊中國人梗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希望做白領啦。但係 AI 嘅出現咧，雖然咧中國就好一啲，就因為佢唔能夠直接用外國嘅 AI 用百度啊，佢哋嗰啲可能慢2-3年、3-4年啦。但係始終就會喺未來10年咧不斷被淘汰呢啲職業喎，所以中國喺 AI 嘅普及下咧，我認為係會更加令到中國難以跨出中等收入陷阱，導致中國更多白領消失，然後導致反貧嘅情況。咁啊反貧唔緊要嘅，本身可以翻去耕田都得嘅，但問題而家中國咧過去嗰幾十年嘅發展，地方環境污染嚴重起咗好多樓，地方耕田可耕地仲有幾多咧？係咪可以短時間內邊可以開墾翻呢？而家啲人翻農村躺平都唔翻去耕田啦，都係翻去躺平都係近路㗎咋，有幾多人翻去耕田呢？所以呢個我係疑問嘅，所以我答咗嗰個英文媒體啊，我就認為 AI 對於中國嘅經濟打擊咧係會非常之嚴厲，比起世界各地更嚴峻添，正正係因為佢嘅白領消失而導致到係咁嘅情況嘅。咁當然就係可以。即係鼓勵翻啲年輕人做工廠啦，鼓勵翻啲年輕人耕田務農。咁但係文化移風易俗嘅嘢，係咪可以短期內做到呢？咁當然對黨係有信心嘅，佢強迫啲人勞動咪得咯，強迫啲人落去田開墾翻都得嘅，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多咗人耕田咧，對於糧食價格啊，肯定係會下降嘅。呢個就係地球是平的個作者講話，中國有一日富起嚟咧，全球糧食都會價格上升啊嘛。咁過去嗰10幾20年咪證實咗呢點咯。所以如果有一日中國嘅年輕人可以翻去耕田，咁呢個係對世界人類咧都係一個造福嚟嘅。好嘛，今日我嘅解釋去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呢個分析。如果你喺內地，我有好多聽眾嘅內地，其實我而家呢個 channel 咧得40%嘅聽眾嚟自香港嘅啫。咁當然唔能夠計算有 GTP 有 VPN 嘅用戶啦。咁但係60%咧就係用海外嘅 IP 去睇。咁有一啲真係移英嘅港人移家嘅港人，但係亦都有好多係大陸翻牆出嚟。所以你哋可以話翻俾我知，你哋降薪嘅情況係點？你哋會唔會有信心以舊換新？喺呢個情況加大負債去買樓，去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呢？你可以話翻俾我知啊，俾翻啲一手資料我啊！感謝大家，今日講到呢度啦，拜拜。仲有最後咧就係下個星期咧，中國近代史課咧就會講到呢個嘅1910年代中國嘅政治經濟情況，講到5·4運動同中國共產黨嘅崛起。咁所以未 join Patreon嘅朋友咧，請大家 join Patreon啦。用 VIP 15美元一個月嘅上課咧，就可以無限重溫嘅。普通會員咧都可以上課，但係個時間上就冇咁彈性啦。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啦，知識有價多謝大家，拜拜。